哎呀，你还别说，你们那个东方不脑丸有点名堂。昨天晚上我吃了一瓶你给我的那个药，症状减轻了很多。哦呦，那太好了哈，王厅长，为病家解除痛苦，那就是我们文氏大药房开店的宗旨。是我们开业到现在啊，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，这种走私鸦片事绝对不可能干的。哎呀，王厅长，您就看看吧，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签的合同，还有收款单据、出库的单据，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。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，便知道，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！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，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，这个恐怕不可能吧？是，上海国药工会啊，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。对，这是不可能的吧？哎，那王厅长，您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。哎，不至于的。哎呦，王厅长，您可不知道啊，我们为了开这个店，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，还借了一屁股外债，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，那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，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，那文老板呢，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。我也就失业了。哎呦，你也要跟着受苦啊！这个我可不答应。王厅长，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，就把我们这批货给办了吧。楚小姐，我也跟你说实话啊，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、卖惨，就想拿回这批货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是的，我就这么说嘛。对，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，净谈公事的。来，王厅长，这杯呢我敬你啊。云龙兄这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，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。云龙是兄弟啊，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。哎，好说好说，喝一杯。谢谢王厅长啊，谢谢王厅长啊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啊。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，他说话了，我不能驳他的面子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我仔细的一想，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，这个面子好像不够。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？其实呀，没有这么复杂。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，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。王厅长，您说。啊，你做我的八姨太，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。王厅长，您说笑吧？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。哎，王厅长，说笑可要罚酒的啊！我可从来不说笑，我是认真的。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，我也认真的回复您，不可能。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，就没有“不可能”这3个字。等，行啊！哎，王厅长，你看我这属下，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。哎，行了啊，脾气爆了好啊，有味儿。老变态，臭流氓，我现在知道不死。朱少华，等一下，王厅长啊，你要喜欢这种的，回头我给你找2个，都比这好的。不，我就要他。不行啊，这结过婚，生过孩子了，这个不好啊。哎呀，文老弟啊，不瞒你说，我家里头那7个姨太太呀，干啥的都有，女学生、女明星，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。你起来，组长，起来。王厅长，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，我一时冲动，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啊。是你看不懂事啊，得罚啊，是吧？啊，赔罪，1杯酒可不行，最起码得1瓶酒。王厅长说的是，得罚1瓶，来，这我替他喝了啊。不用，
哎呀，这个好爽，越好爽我就越喜欢了。王厅长，你也看到了，就我这脾气，怎么样？你把我娶回去了，不怕家宅不宁啊？不怕，我家里头那几位啊，都很贤惠，他们也会让着你。不行啊！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，他的命太硬，在家克死他爸，嫁出去呢克死老公。漂亮，算命的说我呀，命里带煞，女人越刚强越能忘我。王厅长啊，实不相瞒，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。有未婚夫？谁呀？他。那就简单了，是不是田老板？对。田老板，你对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吗？田老板，听说您放言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记者朋友，田老板，严总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，大家这边请。来，好。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？应该是。太少了，多找些人来，不要怕花钱，把事情搞大一点。田老板，到处都没有找到克劳迪教授。去哪儿找的？酒店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人。接着找门后头、床底下、什么桌子下面、粪坑里去找去。好的。大哥，这马上就开庭了，克劳迪教授还不到场，这官司怎么打？授权书在吗？律师在吗？这官司不照打吗？田老板，哎，这文之秋怎么没来？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。哦，我要是他，我也不来，丢人。田老板，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？是，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。大白天的，怎么说上梦话了呢？死鸭子！邵华姐，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，您是想现在采访，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？等庭审结束吧。主审官大人，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，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。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。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，还有，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，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。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法官大人，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，原则上没有质疑，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，有重大的质疑。你说吧。主审官大人，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？你这是什么问题？法官大人，主审官大人，我换一个问题。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？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？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？肃静！被告方，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？主审官大人，有。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。反对。主审官大人，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。传证人黄德明出庭。黄先生，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。主审官大人，我叫黄德明，最近1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。主审官大人，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1年之久，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了解了。可以这么说吧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，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，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。主审官大人，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·彼特，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，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。不是，黄先生，我是说，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。主审官大人，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，这是我的
毕业证书，这是我的毕业照。我在这里郑重声明，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，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。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，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。黄德明，我提醒你，现在是在法庭，欺骗法庭是重罪。我晓得，李律师，欺骗法庭肯定是重罪，所以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绝不能撒谎。主审官大人，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。什么情况？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？肃静！原告律师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？主审官大人，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吧，休庭。哎，钱老板，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。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，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的预测到的，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，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。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一个一个问啊，一个一个问。文氏大药房的海水英吗？田老板，您的确厉害，竟然一手成就了克劳迪教授的学术地位。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，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文氏大药房和克劳迪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，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。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汇酒店，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前往。哎呀，去看看，这个有大新闻，对，绝对有大新闻。哎，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？不知道啊。冰心，老二，你也来旁听啊？老二，上车，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道。大哥，这是冰心啊！我知道，说的就是他。松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松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，我就是怕。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，他打人很痛的。我不怕痛，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松平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，偷偷的。松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松平，松平，松平，嫂子，你别讲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松平，松平。这个老大家的呀，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。急什么？这才2天，再饿个几天，保准服服帖帖的。二顺哎，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过分吗，娘？我不一脚踩死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来，你信吗？这我倒信呢。可是我这2天我这，二顺你听娘说啊。二顺，你听娘说啊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你爹确实说过，这股份要给他1半，要不看我这么着吧，
反正就是半个分店，你就给他就算了。算了，你可真大方。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，那也不是给他，是给我哥的。我哥现在人没了，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？你给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娘，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，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？他送给他，他也是轩轩他娘。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轩轩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，嫂子那人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现在让他一步，让他缓过劲儿来，那一口气儿把咱全给吃了。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，可是你这么关着他，会他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……娘，要不你再去劝劝他。打你过门啊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。你是能干，能干是能干，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。以前大顺在的时候，宠着你，护着你，但是今后啊，大顺不在了，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、护着你了。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，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。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，我骂他了，可你要是听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，我有错吗？你要那些个东西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，你料理家务，把轩轩带大，你不好吗？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，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？娘，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，只有我能做这生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？赚钱，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，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？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，我宁可我自己去，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。后悔没有用了，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，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，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，你要遵守，我也要遵守。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腰部上的生意？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？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？那是过去，过去他爹在，大顺在，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面挡着呢。二顺他小，所以他贪玩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二顺不会那样，他都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，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。没有区别。老大屋里的啊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跟二顺去争。你把我的那份给我，在陈家还有救。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，那咱家陈家就真完了。我劝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劝了，在这待着吧。娘，你再好好看看这院子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不过多久，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。唉，怎么娘，还是不听劝啊？
女人可真犟啊！就以他那个性格，我跟你说，他是绝不会低头的。要我说你就放了他就行了。不行啊，这可绝对不行啊！我要是把他给放了，指不定他怎么出去瞎传我，我还怎么做生意，怎么在北京城混啊？可是你这么圈着他，这时间长了，他不是个办法呀！你别玩了，干什么？这行了，行，不哭啊！哎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嗯。行了，不哭了。不哭。有办法了。娘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轩轩说他想他娘了，我带他过来看看嫂子。去吧，上娘那儿去。轩不哭吧，娘才不怕。哎呦喂，这头发怎么还脏呢？别碰我！轩不怕。嫂子，那天我可就发现了，你凶起来不好看，笑起来才漂亮。这样说，你跟我这样说话，就不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大哥来找你了？哎，好吧，那咱们就说正事。那天三爷说的话，你可都听见了。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你也得认。认不认？不认。你认不认？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可别逼我啊！也是，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也卖不了几个钱，卖小的。陈二顺，你不是人！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！我杀了你！顾少华，要不跟你闺女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你可是个生意人，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？你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你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好了，轩轩不哭了啊！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。陈二顺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！求求你把轩轩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都给你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！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谁知道啊？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？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。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。那二少爷呢？甭理他。怎么能不理他呢？他好歹也是东家呀。是啊，他给你发工钱啊？不，你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人齐了。哦，回二少爷，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。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，进来吧。
你让我回齐州老家。您带着嫂子萱萱，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，一块回去吧。你这万一这三寿帮要找上门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，连三寿帮一根毛也没见着。那事儿都过去2年了，早没人提了。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。娘哎，回老家您更习惯。娘，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。娘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，您跟这儿待着，难免会睹物思人。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，回老家呢，一来是换个环境，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，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。娘，咱家突然少了2个人，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。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，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？你们要是回去了，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，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。我算了一下，这1年下来能省100多个大洋。省多少？100多个大洋？还不止呢。在北京城啊，这1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1年的。你们4口人，您算算能省多少？这4口人那能省不少钱呐。娘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，就算她想守，可这北京城哪儿都是坏人，她未必守得住啊。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大哥交代？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。大少奶奶，哎，柴放哪儿啊？啊，放里边吧。哎，好嘞。来，放里面。放里面。好嘞。放这里面就行。那就还是回去。行，娘说了算。娘，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？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？哦。娘走到哪儿了？快到家了啊！我的姐啊，姐夫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呀，姑爷啊，姑爷，我的姑爷啊！哦，我的姐夫！娘，哎呀，婶儿，哎呦，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这么好一个人，这也太早了，婶儿。娘，大哥，嫂子，来我屋里坐吧。我先去，我一会儿来看你啊。哎，行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嗯，别哭了啊。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？娘，她叫萱萱，萱去叫姥姥，叫姥姥去。姥姥，萱，这是舅舅，这是舅妈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娘，大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大顺走了，但这以后的日子，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。韶华，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，少说多做。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，善待你们娘俩。娘，我的事儿我知道。哎呀，娘，妹妹那么精明能干，没人亏了她。
放心吧。少华，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？我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啥意思？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。少华，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以陈二顺这德行，2年吧，可能都超不过2年，陈家就给被他败光了。所以我得想办法，自己做点生意，给我和轩轩留一条后路。姐啊，我还在想一个事儿，说没就没呀。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，这难说呀。年轻啊。哎呀，我的姐，我说的不仅仅是看人，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，你也得看紧喽，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。老二家的啊，你上门口看着点去呀，别到时候娘家人搬走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呢。哦，去。还有姐，这平日里呀，这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的，都没个老爷们儿。你千万不敢对外漏财啊，让人知道了惦记，听见没有？知道，哎呀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妹妹，就我向着你，别忘了啊。知道。哎呀，我别哭。哎呀，姐夫啊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啊？哎呀，要我说，做啥生意啊？少华。趁年轻，赶紧找一个人嫁了，这日子才有盼头。嫁人才有盼头，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。可是，这姑爷才去世多长时间，就给少华说这些干啥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他好吗？嫂子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。这个是我这几年存的私房钱，给你拿去花。哦，我不能要。你就拿着吧。我知道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，但是还是带着吧，万一手头紧，还可以卖了换钱。等我去了北京，我一定要努力挣钱，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。你放心吧，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。我发誓。你看你的手那么冰，你说你出去那么久，你怎么不多穿点呢？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？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？如果你救不出2年，你肯定会难过。相比腿断，我干嘛让你伤心？我有娃了，爹，我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我有娃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，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。喝住，喝住。娘，这也太少了吧？这还少啊？不少。你们俩吃粗粮，我跟轩轩吃精粮。为啥？为啥？
就是为咱家里没钱了。喝粥，喝，趁热喝。娘明明有钱的，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。嫂子，你脑子灵主意多，想想办法呗。啊，什么办法？让我俩能吃上精良的办法呀。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，我想吃白面馒头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。你刚才说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。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嫂子，你想到办法了？什么？给你40个大洋？娘，您看咱家现在呢，吃喝是不愁，但是咱给长远计算是吧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。你又来了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呐？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！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不好吗？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，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，不做生意那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做生意有二顺呢，不用你。娘，我保证，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。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。不，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？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？娘，这样吧，我给您写张借条，行不行？我保证3个月连本带利40个大洋都还给您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做生意，你亏了本怎么办呢？你写借条，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我还真上官府，我告你去。你到时候你告诉我，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，我跟谁要去？不行，娘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允许迈出这个大门1步。小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娘病了，说让你回去看看。啊，这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回去就病了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娘到底得什么病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就是受点风寒。她呢，总是闹着要见你，没别的。那就好。干嘛？给圈圈的。哥，我不能要。你嫂子不知道，拿着。谢谢哥。停车！哎，小华，你干嘛去？我给娘买药，顺便看看。哎，不用了。易掌柜，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。整麻菜都是这成色吗？哎，对，都一样。好，2角1斤。易掌柜，求求您，再给添点2角1斤，我们没法活呀。1文都交不了。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。我也没办法呀，这是随行就市的。易掌柜，我给你跪下。哎呀，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！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，对不对呀？别烦我了，再烦的话就1毛5了啊！不用求他了，齐州这么多药商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。走，没用的，我都问了，都是这个价。其他药商都跟水源药庄结了盟，一起压我们的价。住嘴！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？是我义大金人缘好，别人做生意呀是同行是冤家，我做生意就是同行亲兄弟，搞钱齐努力，长点学问。我们药农起早贪黑，风里雨里，是指望把瓷碗卖了，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。你却趁瓷碗丰收联手压价，诚心不让我们活呀！你这么黑的药商，不怕报应吗？你放屁！谁黑心了啊？你刚才也已经说了，今年是瓷碗丰收了。瓷碗是什么？是药，它不是粮食。如果是粮食丰收了，我收一大堆粮食，我可以满街喊，我说啊，我们家粮食便宜啦，你们多买点粮食，多吃点粮食。这是药，
我收这么一大堆药，我上大街上喊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，大家都多吃点药啊！我又不是黑心医生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想卖的话，让你们家的紫碗都烂在地里，看谁心疼。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。走，易掌柜，我们好商量。要不收我？易掌柜，你们守元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就让点利嘛，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。哎呦喂，您谁呀？易掌柜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妹妹，刚从外地回来，您啊别往心里去。我不会往心里去，既是妹妹，也不是外人，菩萨心肠。那您出高价把这些紫碗收过去，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。哦，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。你不做这生意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，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，你不心疼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。易掌柜，这银联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，也是我们池春堂100年的经药纸。而唯利是图、欺负药农，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。别介，别我们的，我们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，我就拿下来，踩在脚底下，我跺上去，我转个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易掌柜都有得罪，不得罪。你们几个想卖两脚，不想卖走人。小华，走了啊！你说你啊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，这又何必呢？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。娘，啊，您这都受风寒了，您还在这院里坐着？哎，娘没事儿。您没生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娘等你呢，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，这不，媒婆都来家了，想看看你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回来啦！嘿。少华，我跟你说哈，哎呀，你这妹妹啊，果然长得漂亮。哎呀，这个曾老爷呀，年纪也不大，今年刚53。哟，那确实不大哈，只比我大30岁。对呀，身子也健壮。大夫都说，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，那还真是难得。而且我跟你说哈，他家里有300亩药田。那挺殷实的，可不殷实吗？而且他出手大方呀，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，30个大洋啊！更难得的是，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，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。2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，你一过门，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。可是我这丈夫啊，才死没多久。我这马上另嫁的，这让旁人听了，该怎么说我呀？就是啊，韶华，就算要改嫁的话，你得再过几年吧。哎呀，妹，你要再过几年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！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，难了。再说了，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，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。我说大侄女儿，就算是你能等。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。哎呀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。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，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。大侄女儿，你想什么时候见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行。行。